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浩，你该不会还在送外卖吧？哈哈哈！一个穷光蛋也配来君悦酒店，身上那股味儿别影响我们食欲。同学聚会上，昔日的班长王磊和校花张倩疯狂嘲讽着穿地摊货的林浩，所有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看着这个失败者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故意点了28万的天价菜品，然后恶毒的让林浩买单，等着看他出丑的好戏。刷我的！面对铺天盖地的嘲笑，林浩淡然掏出银行卡，付款成功的瞬间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但王磊很快反应过来，指着 POS 大笑：“信用卡，你用的是偷来的信用卡，快报警抓他！”就在这时，酒店经理匆忙赶来，看到林浩后竟然深深鞠躬：“林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全场死寂。但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魔都 CBD 最高的那栋写字楼里，林浩正坐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景，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刚刚签署完成的收购协议，华美酒店集团正式归他所有。助理小张敲门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几分犹豫：“林总，您的高中同学王磊来了，说是想邀请您参加同学聚会，不过这个人看起来有些……”林浩微微皱眉，王磊这个名字他当然记得，高中时代王磊是班上最喜欢欺负他的那个人，让他进来吧。不一会儿，王磊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看似名牌实则高仿的西装，手里拿着最新款的 iPhone， 脖子上挂着一条粗粗的金链子，满身的暴发户气息。“哎呀，林浩啊，我就知道你现在肯定混得不错。”王磊的眼神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酸味。“不过这办公室看起来也就那样嘛，租的吧？一个月得不少钱吧？”林浩淡淡一笑：“坐吧，找我什么事？”“是这样的，咱们高中同学准备搞个聚会，我想着怎么能少了你呢？”王磊在沙发上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：“对了，听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该不会还在送外卖吧？”“哈哈哈，随便做点小生意。”林浩随口应道。王磊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轻蔑：“小生意好啊，自由嘛，不像我，现在自己开公司，手下20多个员工，年收入300万，压力太大了。”他故意把300万几个字说得特别重，生怕林浩听不到。实际上，王磊的那个小公司一年能有30万收入就不错了。“哦，那挺好的。”林浩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，这让王磊感到有些失望。聚会的地点定在君悦酒店的顶层包厢，那里消费可不便宜，一餐下来怎么也得几万块。王磊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。“不过没关系，到时候大家 AA 制，我想你应该还是负担得起的吧，毕竟咱们都是老同学嘛。”林浩心里明白，这个王磊分明是想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功，顺便踩踩自己。君悦酒店那可是他刚刚收购的产业，没问题。什么时候？就这个周六晚上7点，我把群拉给你。王磊掏出手机：“对了，来的都是咱们班的精英，大家现在都混得不错。张倩，你还记得吧？咱们班的校花，现在是我女朋友，开着玛莎拉蒂呢。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，别让大家小瞧了。”说着，王磊还特意显摆般的给林浩看了看他和张倩的合照。照片里，张倩浓妆艳抹，搂着王磊的胳膊，
两人站在一辆红色跑车前，送走王磊后，林浩摇了摇头，他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：“喂，陈经理，君悦酒店那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华美集团 CEO 陈建国恭敬的声音：“林董事长，一切都按照您的指示安排妥当了。需要我为您的聚会做什么特殊安排吗？”“不用，我只是去参加个同学聚会。对了，记住，在我没有表明身份之前，你们谁都不要认出我，明白了？”林董事长挂了电话。林浩望向窗外，陷入了回忆。高中时代的他，家境贫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靠做清洁工维持生计。那时的他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，午餐也只是简单的白米饭配咸菜。王磊他们经常欺负他，把他的书包扔进垃圾桶，在他的桌子上写“穷鬼”2个字。最过分的一次，王磊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把他带来的午餐踢翻在地，然后指着他说：“你看看你这副穷酸样，也配合我们坐在一个教室里。”那时的林浩咬着牙发誓，总有一天要让这些人刮目相看。10年后，林浩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外的名牌大学，毕业后在华尔街打拼多年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。3年前，他回到国内，成立了自己的投资集团，暗中收购了数十家公司，身价已经超过了100亿。但是，林浩一直保持低调，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。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寻找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恩人身上，一个在他最困难时帮助过他的女孩。周六晚上，林浩故意换上了一套在地摊上买的便宜休闲装，开着一辆看起来很破旧的二手车来到了君悦酒店。刚走进包厢，熟悉的嘲讽声就传了过来：“哎呀，这不是我们的林大老板吗？”王磊的声音格外响亮，带着明显的讥讽：“大家快看，林浩来了！哇，这身打扮真是别具一格啊！”包厢里坐着10几个人，都是当年的高中同学。林浩扫了一眼，发现大家都穿得光鲜亮丽，手上戴着各种名表，身上挂着金饰，每个人看向他的眼神中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“林浩，你这身打扮是不是有点太朴素了？”坐在王磊身边的张倩开口了，语气中毫不掩饰的嫌弃。这个女人就是当年的班花张倩，现在的她浓妆艳抹，身上的香水味老远就能闻到，一身名牌打扮，但掩盖不住骨子里的庸俗。“就是啊，林浩，你不会真的在送外卖吧？”另一个同学李强笑着说道：“我现在可是开了3家餐厅，手下员工50多个，每个月净收入50万。看你这样子，一个月能赚多少？3000还是5000？送外卖也挺好的，自食其力有什么不对？”角落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。林浩循声望去，看到了一个瘦小的女孩，正是当年经常被欺负的苏小雨。她现在看起来依然很拘谨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，和周围光鲜亮丽的同学形成鲜明对比。“小雨，你也来了。”林浩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。苏小雨看到林浩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“林浩，你还记得我啊？大家都说你现在混得不好，我还挺担心你的。”“我还行，你呢？”“我现在在一家便利店做收银员，工资不高，但能维持生活。”苏小雨小声说道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自卑。就在这时，王磊突然拍了拍手，声音故意放得很大：“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坐下，咱们开始点菜吧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今天这个聚会很有纪念意义，
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他站起身来，环视了一下包厢里的所有人，眼神最后定格在林浩身上。我提议，咱们来玩个小游戏，大家轮流说出自己最值钱的东西，说不出来的，就请大家吃这顿饭，怎么样？好主意，王总真会玩。同学们纷纷起哄，显然都明白王磊的用意。我先来。李强站起来，掏出一只金光闪闪的手表，这是劳力士绿水鬼，80万买的。哇，李总厉害！我的车，奔驰 E300，落地60万。另一个同学炫耀道：“我身上这套首饰都是王磊送的，价值15万呢。”张倩娇滴滴地说着，还故意在林浩面前晃了晃手上的钻戒。王磊搂着张倩的腰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的公司现在估值3000万，光去年的利润就有500万，怎么样？”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浩身上，眼中满含着戏谑和期待。这分明就是一个圈套，专门等着他往里钻。林浩，该你了，你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？王磊阴险地笑着。该不会是你那辆破电动车吧？哈哈哈！包厢里爆发出一阵哄笑。林浩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地摊货衣服，又看了看手上的普通电子表，平静地说：“我确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。王磊拍着大腿笑道：“林浩啊，林浩，你还是和高中时候一样，一无所有。既然你说不出来，那这顿饭就你请客吧。”他转头对服务员大声喊道：“服务员，给我们上最好的菜。今天让林大老板见识见识什么叫高端消费。法式鹅肝，一人1份；顶级和牛，来10份；帝王蟹，要最大的；鱼子酱，要俄罗斯的。”王磊完全不把钱当钱，疯狂地点着菜。酒要最贵的，1982年的拉菲来10瓶，轩尼诗百乐亭来5瓶。服务员听得目瞪口呆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先生，您确定吗？这样下来可能要20多万。”放心，王磊指着林浩，得意的大笑。看到那位林老板了吗？他财大气粗，这点钱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。你们尽管上菜，钱不够我负责。张倩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：“就是啊，林浩以前就喜欢装穷，其实人家有的是钱，今天终于愿意露一手了。林浩，你不会后悔吧？”李强假惺惺地问道：“要是觉得太贵了，我们可以……呀，不用，既然是我请，就我来付。”林浩的表情依然平静，这让王磊感到有些意外，但很快就被贪婪冲昏了头脑。菜一道道地上来，每一道都是天价美食。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，同学们疯狂地吃着，还不忘对林浩冷嘲热讽：“林浩，你这次真是大出血了。”李强一边吃着鱼子酱，一边嘲讽：“这一顿饭够你送1年外卖了吧？”“就是啊，早知道你这么有钱，我们早就找你聚餐了。”张倩娇笑着说。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该不会是借的钱吧？现在网贷这么方便，借个20-30万还是没问题的。”哈哈哈！王磊举起酒杯，来，大家一起敬林老板一杯，感谢他的慷慨解囊。说不定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请客了，毕竟网贷是要还的嘛。只有苏小雨坐在一边，看着这一切，眼中满含着愤怒和不忍。他小声对林浩说：“林浩，要不我们走吧？这顿饭太贵了，你根本不需要为这些人花这么多钱。”“没关系，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吃一顿。”林浩反而安慰起苏小雨来。哈哈，林浩就是大方。王磊已经喝得有些上头，来来来，再点点菜，反正有冤大头买单。服务员，再来10份澳洲龙虾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
整整吃了3个小时，同学们才心满意足地停下筷子。王磊看了看表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结账了。服务员，买单，等等。张倩突然站起来，我还想打包几份鹅肝回去给我妈尝尝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反正林老板有的是钱。王磊大手一挥，大家想打包什么都可以。今天林老板请客，咱们不能浪费了人家的心意。以下内容为付费内容0百分号据平台数据，付费转化率高的内容付费比例设置主要在50百分号至80百分号，可结合您内容的实际情况，将付费线设置在合适位置，以获得更高收益。于是同学们又开始疯狂打包，什么鹅肝、龙虾、鱼子酱，能打包的都打包了一遍。服务员拿着长长的账单走了过来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您好，您这桌一共消费286000元。286000元，即使是有心理准备，听到这个天文数字，包厢里还是瞬间安静下来。随后王磊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得意的大笑，哈哈哈，28万，林浩，你听到了吗？28万啊，这下好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张倩也幸灾乐祸地说道，刚才装得挺厉害，现在傻眼了吧？要不我们报警吧，说不定这是诈骗呢。有同学开始看热闹，不嫌事大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等着看林浩出丑的好戏。他们心里都想着，一个送外卖的，哪来的钱付这么贵的账单？这下丢人丢大了。然而林浩却从容地站起身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平静地对服务员说，刷我的。什么？他疯了吗？28万啊，他哪来的钱？同学们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服务员接过银行卡，双手都有些发抖。他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淡定地付28万的餐费。POS 机插入银行卡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着听到余额不足的提示音。滴，付款成功。王磊的得意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，他不敢置信地盯着那台 POS 机，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怎么可能？张倩结结巴巴地说道，脸色变得惨白。其他同学更是面面相觑，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有28万？就在所有人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的时候，王磊突然反应过来，等等！王磊大声叫道，大家别被他骗了。他快步走到 POS 机前，仔细看了看刷卡记录，然后得意的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你们看，王磊指着 POS 机的屏幕，这是信用卡，不是储蓄卡。信用卡懂不懂？就是借钱消费。听到这话，其他同学瞬间恍然大悟，刚才的震惊立刻变成了更加恶毒的嘲笑。我就说嘛，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有28万现金？李强拍着大腿笑道，原来是刷的信用卡，借钱装阔。林浩啊林浩，你可真是够可以的。张倩尖声笑道，为了在我们面前装逼，连信用卡都敢刷。你知道28万的信用卡债要还多久吗？王磊更是得意洋洋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，为了面子连命都不要了。等等，我还发现了更大的问题。王磊突然眼睛一亮，你们看这张卡，这么新，而且卡号这么特殊。林浩，这张卡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对啊，张倩立刻附和，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申请到额度这么高的信用卡？这肯定是偷的。我早就觉得不对劲。
李强也跟着起哄，28万的额度，银行怎么可能给一个穷鬼？完了完了，林浩这次真的要进局子了，盗刷信用卡可是重罪啊！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兴奋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林浩被警察带走的画面。王磊更是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服务员，快报警！这个人用的是偷来的信用卡，对，快报警！张倩也大声喊道，这种败类就应该抓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穿着高级西装的中年男人匆匆走了进来。怎么这么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酒店经理陈建国皱着眉头问道。王磊立刻像见到救星一样冲上去，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人用偷来的信用卡消费，快把他抓起来。就是，张倩也激动地说道，这个人明明是个穷光蛋，却用高额度信用卡消费，肯定是偷来的。经理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李强也站出来，这个人平时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卡。陈建国听了这些话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看向林浩，眼中闪过一丝询问的意味。林浩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。你们说这张卡是偷的？陈建国冷冷地问道。当然是偷的，王磊信誓旦旦地说道。经理，你快报警吧，这种人就应该送进监狱，他不想再忍，也无需再忍。随即，陈建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林董事长，您怎么来我们酒店了？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？我是君悦酒店的总经理陈建国。什么？董事长？君悦酒店的董事长？包厢里的所有人都像被雷击中一样，瞬间石化了。他们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大脑完全停止了运转。王磊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仿佛能塞进一个鸡蛋。张倩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其他同学更是呆若木鸡，有几个人甚至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林董事长，陈建国继续说道，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敬意。您收购我们华美集团的手续昨天已经全部办完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整个君悦酒店，不，整个华美集团都是您的资产。轰！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，彻底击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理防线。华美集团那可是拥有全市10几家5星级酒店，资产超过100亿的商业帝国啊！而眼前这个被他们瞧不起的送外卖的林浩，竟然是整个华美集团的董事长。王磊感觉天旋地转，他死死地抓着桌子边缘，才没有直接瘫倒在地。他想起自己刚才的那些嘲讽，想起自己是怎么逼着林浩买单的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张倩喃喃自语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他不是送外卖的吗？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其他同学更是吓得脸色煞白。他们刚才是怎么嘲讽林浩的？说他穷，说他送外卖，让他请客买单。天啊！他们刚才竟然在嘲讽一个身价100亿的超级富豪。陈经理，林浩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有什么事情回头再谈。是，董事长。陈建国连连点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包厢里的其他人。董事长，这些是您的朋友吗？需要我安排什么吗？林浩看了看瘫坐在椅子上的王磊，又看了看面如死灰的张倩，淡淡地说，算不上朋友。停顿了几秒，他继续说道，陈经理，麻烦你把刚才笑得最大声的那几位请出去。另外，林浩的目光落在王磊身上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冷意，
通知一下我们集团的投资部，立即取消对王磊先生父亲公司的所有投资和合作项目。什么？王磊瞬间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林浩，不，林董事长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我爸的公司就指望着你们集团的订单啊。原来就在1个月前，王磊的父亲经营的小工厂接到了华美集团旗下一家酒店的大订单，为他们提供餐具和布草用品。这个订单价值500万，足以让王磊家的小工厂运转1年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订单，王磊才有了吹嘘的资本，才敢在同学面前装阔。但是现在，这一切都要完了。林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王磊直接跪在了地上，声音颤抖着哀求：求求您，不要取消订单。我爸的工厂有20多个工人，如果订单没了，大家都要失业啊。张倩也慌了，她从来没想过，那个被她瞧不起的穷小子，竟然是真正的超级富豪，而且还是他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存在。林董事长，我也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张倩也跪了下来，眼泪鼻涕一起流，求求您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其他同学见状，也纷纷跪了下来。林董事长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林董事长，我们都是同学啊，请您原谅我们这一次。整个包厢里，除了苏小雨还呆坐在原位，其他10几个同学全都跪在了地上，哭着求饶。但是林浩看都不看跪在地上的这些人，而是转身对苏小雨说：小雨，你还记得高2那年冬天的事情吗？苏小雨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点点头。你是说那天下雪的时候？对，就是那天。林浩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。那天我被他们欺负，书包被扔进了雪地里，午餐也被踢翻了，是你冒着被孤立的危险帮我收拾书包，还把你妈妈给你准备的饭菜分给了我一半。苏小雨的眼睛湿润了。林浩，你还记得啊？我当然记得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，但因为有你的善良，让我看到了光明。林浩走到他面前，小雨，你愿意到我的公司工作吗？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苏小雨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，月薪10万，还有股份分红。10万？苏小雨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陈建国走上前来，董事长，需要我现在就处理这些人吗？林浩点了点头，按我说的办。陈建国一挥手，几个保安立刻围了过来。不要，林浩，我求求你了。王磊在地上爬着，想要抓住林浩的裤腿。我们是同学啊，10几年的同学情分啊，同学情分。林浩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来，眼神冰冷的让人胆寒。王磊，你还记得高中时你是怎么对我的吗？王磊浑身一抖，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瞬间涌了上来。你把我的书包扔进垃圾桶，在我桌子上写穷鬼，把我的午餐踢翻在地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我。林浩的声音越来越冷。那时候，你可有想过同学情分？王磊说不出话来。现在我有能力报复你们了，你们就想起同学情分了？林浩冷笑一声，可惜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保安，送客。几个保安上前，开始请这些跪在地上的同学离开。林浩，你会后悔的。张倩被拖到门口时，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：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我告诉你，
我男朋友王磊的表哥可是在市政府工作的，你等着瞧。”林浩听了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。“是吗？那你让他试试。”他转头对陈建国说：“查一下王磊表哥的具体信息，如果真的在政府部门，让我们的法务部门核实一下他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。”“是，董事长。”张倩听了这话，脸色更加惨白。她当然知道王磊的表哥是什么货色，平时没少收受贿赂，如果真的被林浩这样的大人物盯上，绝对完蛋。“不要！”张倩的声音彻底绝望了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保安们已经把这些客人全部请出了包厢，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林浩、苏小雨和陈建国3个人。苏小雨还沉浸在震惊中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和他一样被人欺负的林浩，竟然变成了这样的超级富豪。林浩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“小雨，今天这场聚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测试。”林浩转过身来，眼中闪着智慧的光芒。“我想看看，经过10年时间，这些人的本性有没有改变。结果证明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我要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。”林浩的声音很平静，但苏小雨却从中听出了一丝寒意，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与此同时，被赶出酒店的王磊一群人聚集在酒店门口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和绝望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王磊瘫坐在台阶上，双手抱着头。“我怎么会这么蠢？怎么会去惹林浩？他真的是华美集团的董事长吗？”李强还有些不敢置信。“那可是110集团啊，肯定是真的。你没看到酒店经理对他的态度吗？”另一个同学惊恐地说道。“我们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了。”张倩坐在一边哭泣，妆容完全花了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她想起刚才对林浩的那些嘲讽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“都怪你！”张倩突然指着王磊大骂：“要不是你出这个馊主意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”王磊也怒了，刚才谁笑得最大声，谁嘲讽林浩最狠？两人开始互相指责，其他同学也开始推卸责任。刚才还团结一致欺负林浩的同盟，现在瞬间分崩离析。就在这时，王磊的手机响了。“喂，爸！”电话那头传来王磊父亲愤怒的咆哮：“你个兔崽子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华美集团刚刚通知我们取消所有合作，还有银行要收回我们的贷款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王磊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手机都拿不稳了。“爸，你什么你？”电话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。“20年的工厂就这么毁了，你让我怎么面对那些工人？你让我怎么面对你妈？爸，你听我解释。”“解释什么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”王磊的父亲声音颤抖着：“银行的人已经来了，要我们3天内还清所有贷款，否则就查封工厂。”3天？我上哪弄800万？电话挂了，王磊瘫坐在地上，彻底绝望了。其他人看着王磊的样子，都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每个人心中都开始担心自己的下场。果然，很快，其他人的电话也陆续响起。李强接到了房东的电话，说他租的3家餐厅的房租要涨价，涨到原来的5倍，不同意就立刻搬走。另一个同学接到公司人事部的电话，说他因为品德有问题被开除了。一个接一个的噩耗传来，所有参与嘲讽林浩的同学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报复。林浩，他到底有多大的能量？有人颤抖着问道。
华美集团在这个城市就是天。”李强绝望地说道，“我们得罪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商业帝国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同学突然指着酒店门口喊道：“快看，林浩出来了！”林浩！王磊挣扎着站起来，想要冲过去求饶，但是几个保安立刻挡在了林浩面前。“林董事长不想见你们。”为首的保安冷冷地说道，“请你们离开，否则我们报警了。”林浩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，就这样和苏小雨上了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，绝尘而去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王磊跪在地上，发出绝望的哀嚎。劳斯莱斯在夜色中穿行，苏小雨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看着窗外的霓虹灯，心情复杂。“林浩，你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些过分了吗？”苏小雨轻声问道。“过分？”林浩苦笑一声，“小雨，如果今天我真的是一个穷人，他们会怎么对我？”苏小雨沉默了。“他们会嘲笑我，羞辱我，甚至可能报警说我是骗子。”林浩的声音很平静。“而现在，我只是让他们尝尝被人瞧不起的滋味。可是王磊的工厂有那么多工人，我已经安排了。”林浩打断了他，“那些工人会得到妥善安置，我会让我们集团的其他工厂接收他们，真正受到惩罚的只有王磊一家。”苏小雨这才松了口气。“小雨！”林浩突然停下车，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“什么问题？”“如果一个人曾经欺负过你，现在他有困难了，你会帮助他吗？”苏小雨想了想，如果他真心悔改了，也许会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区别。林浩摇摇头，“你太善良了，而我记仇。那你会一直这样报复下去吗？”“不会。”林浩重新发动车子，“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够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”“什么事情？”“找到真正值得我保护的人，建立一个商业帝国，让那些善良的人不再被欺负。”林浩看了他一眼，“就像保护你一样。”车子继续在夜色中行驶，苏小雨的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。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王磊他们还跪在酒店门口，但已经没有人理会他们了。有些错误一旦犯下，就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。3天后，王磊家的工厂正式破产。王磊的父亲因为巨大的债务压力住进了医院。王磊本人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成功人士变成了负债累累的落魄人。张倩被王磊甩了，理由是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心思谈恋爱？失去靠山的张倩只能回到老家，在一个小县城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。其他参与嘲讽的同学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，有的失业，有的生意倒闭，有的被房东赶走。在这个城市，没有人敢得罪华美集团的董事长，而林浩则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林总，这是苏小姐的办公室。助理小张带着苏小雨参观公司，就在您办公室旁边，方便您随时商讨工作。苏小雨看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小雨，适应的怎么样？林浩走了过来。还好，就是感觉像在做梦。苏小雨苦笑道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林浩坐在沙发上。对了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决定在咱们母校设立一个奖学金，专门资助那些家庭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学生。林浩的眼中闪着光芒。每年1000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苏小雨激动地说道，这样就能帮助更多像我们当年一样的孩子了。是啊，让他们知道，即使现在很困难，只要努力，未来就充满希望。就在这时，
小张敲门进来：“林总，王磊在楼下，说想见您最后一面。”林浩和苏小雨对视了一眼，让他上来吧。林浩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。几分钟后，王磊出现在办公室门口，和3天前的意气风发完全不同。现在的王磊头发凌乱，胡子拉碴，眼中满是血丝，整个人憔悴的不成样子。林浩，王磊的声音嘶哑：“我来向你道歉。”王磊抬起头，眼中含着泪水：“林浩，我们曾经是同学，能不能放过我？我爸现在在医院，妈妈也病倒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”林浩摇摇头：“你之所以道歉，不是因为你真的后悔，而是因为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。”“不是的，我真的后悔了。”王磊激动地说道。“是吗？”林浩冷笑一声：“那我再问你，如果时光倒流，你还会欺负那个穷苦的林浩吗？”王磊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如果时光真的倒流，以他的性格，他还是会欺负那个家境贫寒的林浩。这就是人性、势利、现实，欺软怕硬。看，你自己都不敢保证。林浩走到落地窗前：“王磊，其实我并不恨你。”王磊听了这话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但林浩的下一句话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：“我只是觉得，让你们这样的人继续过着舒适的生活，对这个世界不公平。”林浩，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林浩转过身来：“保安会送你下楼的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”王磊大喊：“林浩，我们走着瞧，我要让你跪着求我放过你。”就在这时，小张又敲门进来：“林总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张倩在网上发布了关于您的谣言。”林浩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小张继续说道：“他说林总当年在国外的时候，通过出卖身体和洗钱等违法手段获得第1桶金，还说有证据证明林总现在的财富都是黑钱。”“什么？”苏小雨气愤地站了起来：“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这是诽谤！”林浩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他并没有慌张，带着一班人马往张倩家赶去。县城的那家破旧旅馆里，张倩正躺在床上，得意地看着手机屏幕。她发布的那条关于林浩的诽谤信息已经被转发了上千次，评论区里骂声一片。“哈哈，林浩，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”张倩冷笑着自言自语：“现在全网都知道你是个靠出卖身体发家的变态了，看你还怎么在商界混。”他完全没有意识到，此时此刻，一张巨大的网正在向他收拢。与此同时，魔都的华美集团总部，林总，我们的公关团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小张汇报道。同时，法务部门也在收集证据，准备起诉张倩诽谤。起诉？林浩冷笑一声：“太轻了。”他站起身来，走到落地窗前：“小张，你知道什么叫做社会性死亡吗？您的意思是，我要让他彻底从这个社会上消失？”林浩的声音中带着彻骨的寒意，不是物理上的消失，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消失，让他再也无法在任何地方立足。他拿起电话，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拨打号码。“喂，王总，我是林浩。”“对，就是那个张倩，麻烦你们报社深度挖掘一下她的黑历史。”“什么？不用我提供线索，你们已经查到了。”“很好，李台长，我需要你们电视台配合一下。”“对，就是那个网上造谣的女人。”“什么？她以前还做过小三？这个料更劲爆啊！”“陈律师，我要你动用所有关系，让全国的律师事务所都知道张倩这个名字。”“对，让她再也找不到工作，
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出去。林浩动用了自己在各行各业的人脉关系，在商业社会，像林浩这样的超级富豪，一句话就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。苏小雨在一旁听着，心中既震撼又有些不安。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林浩真正的能量，那种一言既出，天下震动的恐怖影响力。就在林浩部署反击的同时，张倩还在旅馆里洋洋得意。她甚至开始幻想，等林浩的名声彻底臭了，说不定自己还能收到一笔封口费。然而，仅仅过了2个小时，形势就完全逆转了。首先是本地的一家报社发布了一条新闻，某女子网络造谣被实名举报，曾多次介入他人婚姻。紧接着，电视台也跟进了报道，深度调查网络造谣者的真实面目。报道中不仅公布了张倩的真实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家庭住址，还深度挖掘了她的黑历史。高中时期勾上有妇之夫的数学老师，导致老师家庭破裂；大学期间多次做3，破坏至少3个家庭。工作后利用美色诈骗多名男性，累计金额超过50万。近期因为诈骗被前男友告发，正在被警方通缉。这怎么可能？张倩看着手机上的新闻报道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报道迅速在网络上发酵。原本支持他的网友们看到这些黑历史后，立刻调转矛头。我靠，这女的原来是个职业3啊！还有脸说别人自己就是个诈骗犯，垃圾女人，赶紧去死吧！人肉她，让她无处可藏。网络暴力瞬间转向，铺天盖地的谩骂和威胁涌向张倩。她的照片、身份信息、家庭地址被疯狂传播，甚至有人找到了她现在住的旅馆地址。砰砰砰，房门被人用力拍打。张倩，你给我出来！骗子，诈骗犯！门外传来愤怒的叫骂声。张倩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开门。她颤抖着手拿起电话，想要打给王磊求助，但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冷漠的声音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又打给其他几个曾经的朋友，结果都是一样，要么关机，要么直接拒接。显然，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和他扯上关系。更让张倩崩溃的是，她刚刚收到了好几条短信：您好，经我公司核实，您不符合我公司用人标准，请另寻他处。经举报核实，您涉嫌网络诽谤，我平台决定永久封禁您的账号。某招聘网站，一条接一条的拒绝短信涌来。张倩发现自己已经被整个社会抛弃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她瘫坐在床上。林浩，是林浩，一定是他。她用颤抖的手拨通了林浩的电话。喂，电话那头传来林浩平静的声音：林浩，你这个畜生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张倩歇斯底里的尖叫：是你先试图毁掉我的。林浩的声音突然变冷：张倩，你以为网络诽谤很好玩是吗？现在感受如何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张倩彻底崩溃了。我愿意公开道歉，我愿意澄清事实。晚了，林浩冷漠地说道。电话挂断了，张倩瘫坐在地上，彻底绝望。魔都华美集团总部，苏小雨看着电脑屏幕上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，心情复杂。你动用了这么多资源，只是为了对付一个女人。小雨，你错了。林浩放下文件，看向他。我不是在对付一个女人，我是在树立一个标杆。标杆？对。林浩站起身来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
恶意重伤我的后果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敢轻易招惹我了。小雨，在商业社会，善良没有用，只有足够强硬，才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苏小雨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我明白了。就在这时，小张敲门进来，林总，张倩被抓了。这么快？警方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，在那家旅馆找到了他。除了之前的诈骗案，他这次的网络诽谤也构成了犯罪。小张汇报道，估计至少要坐3年牢。很好，林浩点点头。那王磊呢？最近怎么样？王磊和他合谋，现在也已经入狱。对了，林浩突然想起什么，咱们母校的奖学金事情怎么样了？已经在筹备了，第一批受助学生名单也出来了，一共50个孩子，都是像我们当年一样家境困难但成绩优异的学生。很好，林浩也笑了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他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